这是一种极少能在高寒地区生长的农作物，营养丰富，热量高。作为藏人最主要的粮食，它被亲切地誉为雪域高原的绿色珍珠。从初夏到金秋，青稞掌管着青藏高原这2季大地的主色调，碧绿与金黄。这是尼玛卓玛家最后一块等待收割的青稞地，因为海拔更高，它的成熟期比山下晚一些。青稞最主要的一种吃法就是炒熟后磨成面，它是被誉为西藏4宝之首的糌粑。做糌粑要先炒青稞，由于颗粒大，直接下锅不好控制温度，容易炒焦，所以一般和沙子一起，利用沙子的导热来炒青稞。直到露出洁白的裂口，就可以移出去沙。这时的青稞焦香酥脆，有点像是高原版的爆米花。炒好的青稞要送去村里的磨坊磨成粉。在西藏有不少地方还保留着这样的传统水磨。通过自然动力带动磨盘的转动咬合，磨出来的青稞面粉柔和细腻，有一股非常浓郁的芳香。糌粑的吃法一般是加上酥油茶和糖，用手拌拌，捏成小团，也可以多加点茶，连吃带喝1碗。就能提供足够的热量。新鲜磨好的青稞面粉特别适合用来做饼，这也是糌粑的一种特别吃法。在糌粑中掺入小麦粉，加上奶渣和白糖，用油炸香即可。青稞饼热乎着吃，香味特别浓郁。酥油茶、糌粑、青稞饼，看似其貌不扬的家常食物，却有着超过一般粮食的热量与营养，是藏人日常劳作最得力的能量补给。青稞还是家家户户酿酒的重要原料。青稞酒的酿制跟很多地方米酒的制作很像，选用颗粒饱满的青稞，清洗后稍稍浸泡，除去沙土和杂质，处理干净的青稞，加少量水煮熟。火候要控制得当，既要熟透，又不能过熟，甚至烧糊了。把煮熟的青稞摊开来稍稍冷却，趁有一点余热时撒入酒曲，拌和均匀后再装进盆中。先用透气的纱布包裹，再包上厚被子保温。这个季节大概3天左右的时间就能完成发酵。把青稞移入坛中，喝之前添加清水，再放上4个小时就能滤出饮用了。如果不急着喝，就把坛口和滤嘴封好。喝之前如法前往坛中加水即可。
冬天来临之前，牛群的放养一直都是卓玛每天最紧要的农活之一。离家几公里的山路，对体力是不小的消耗。青稞饼和糌粑就是最好的补给，方便携带，也可长时间保存。养育了一代又一代藏人的青稞，是这片净土之上神奇的生命与能量。